由行星引力导致的自转摆动观测中，意外2次检测到木星本身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持续时间分别为81秒和76秒。6月12日，7月2日，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2个日期。这2天，红岸监听系统都受到了强烈的日龄干扰。这2次日龄干扰，比来自木星的电磁辐射到达地球的时间晚了16分42秒，这是相当关键的。16分42秒。你好，我是监听部叶文洁，我想申请国家天文台6月12日和7月2日木星和地球位置的坐标。由木星到地球的距离很容易算出电磁辐射从木星直接到达地球消耗的时间，接着再计算出电磁辐射由木星到达太阳，再从太阳到达地球的时间，两者正好相差16分42秒。这段经历讲起来可能很无聊，但是我必须一字不漏地把它讲完。所以这个数据差和太阳辐射突变有关系吗？这与我当时的一个猜测有关。大家都知道，能量从日核反应区发出，开始是以高能伽马射线的形式向外传输，辐射区通过对这些高能离子的吸收再发射，实现能量传递。这种无数次的再吸收、再辐射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毕竟一个光子脱离太阳可能需要1000年。是的，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高能伽马射线经过伦琴射线、极紫外线、紫外线，逐渐变为可见光和其他形式的辐射，辐射的频率逐渐递减，类似于一个缓慢下滑的斜坡。但是我的太阳结构数学模型却产生了一个新的结果，在这些不同频率辐射的转换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界面，类似于一级一级向下的台阶，辐射区由里向外，每越过一个界面，辐射频率就明显地下降一个等级。您是说辐射频率不是渐变的？这和传统观点有所不同。是的，我还发现这些界面会将来自低频侧的辐射反射回去，我将它们命名为能量镜面。非常的贴切，也非常不可思议。这一层层能量镜面有许多奇妙的性质，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增益反射。我猜测，能量镜面并非简单地将低频侧的辐射反射回去，而是将它放大了。以前我们观测到的那些狭窄频段的神秘突变，其实是来自宇宙间辐射被放大后的结果。
所以在太阳表面你观察不到任何相应的扰动，但这种特性过分离奇，难以证实。直到我发现了这至关重要的16分42秒。你又没去吃饭。这是6月12日和7月2日木星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这是国家天文台监测到这2个日期里太阳活动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这是木星，这是地球，这是太阳。根据木星和地球的位置坐标，这是当时这3个星球之间的距离。这是电磁辐射从木星到达地球所需要的时间，约等于2099秒。这是电磁辐射从木星到达太阳，再从太阳到达地球所需要的时间，约等于3101秒，两者相差1002秒，也就是16分42秒。说明什么？我猜测，太阳接收到木星的电磁辐射以后，又发射出去了，只是强度增加了近1倍。地球以16分42秒的时间差，分别接收到了被放大前后的这2次辐射。太阳是个电波放大器。太阳随时都在接收来自太空的辐射，也包括来自地球的。它为什么只放大其中一部分呢？那是因为太阳对流层的屏蔽作用。对流层位于辐射层之上，这是太阳最外一层的液态层。太空摄入电波首先要穿过对流层，才能够到达辐射层，从而被放大，然后发射出去。这就需要摄入的电波在功率上超过1个阈值。然而地球上绝大部分的无线电发射都低于这个阈值。木星的电磁辐射超过了这个阈值。红岸的最大发射功率也超过了这个阈值。这能解决日灵干扰的问题？不能。但是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人类可以将太阳作为一个超级天线，通过它直接向宇宙发出电波。这种电波是以恒星级的能量发出的，它的功率比地球能够使用的所有发射功率还要强上近1倍。你是说，地球有可能进行2星文明能级的发射？是的，只要将这2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与红岸遭受的日灵干扰的波形进行对比，如果吻合，那么这种论证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要怎么实施？要与那位外国科学家取得联系，获取那2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记录。困难很大。首先，渠道不够畅通；其次，审批也非常的麻烦。如果稍有不慎，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只能试着帮你申请。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你说。将红岸的发射系统以超过那个阈值的功率，直接向太阳发出电波。不，这个在国内从来没做过，雷政委也不会同意的。我可以说，这是一次对太阳进行的研究试验，将红岸的发射系统作为对太阳的探测雷达，以接收回波的方式分析反映太阳电磁辐射的一些信息。这项试验在西方是有先例的，而且与正在进行中的那些类地行星的探测雷达相比，技术上还要简单一些。雷政委是很懂技术的，咱骗不了他。我想试一试。叶文洁，你越来越出格了啊！你的研究在理论上搞搞就行了，有必要弄这么大动静吗？老雷，你也知道，所有的重大发现都必须经过实验，而且这个猜想一旦被证实的话，那将是史无前例的呀。就一次，行吗？对，就做一次，而且难度不大。这信号从发射到回收，其实只需要10几分钟。对呀，你正好红岸系统用这段时间可以调整为接收状态。我知道在技术上跟工作量上都没什么。杨卫宁，你缺的就这根弦儿，你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你想过潜在的重大问题和风险吗？咱们基地上上报的每一份报告，我都得仔细审阅，所有关于太阳技术的理论，我都得反复检查。向太阳发射超强电波这件事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极大的不确定性，你明白吗？继续进行日轮研究吧，别再考虑实验的事儿了。雷政委拒绝的理由根本无法推翻。对不起啊，没帮上你忙。为了你自己考虑，放弃吧。我没有听杨卫宁的建议，这是我心中许久未燃起的希望，我不能任它这么被扑灭，我要寻找机会完成实验。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做成这件事很容易。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故障率很高，每次检修完成后都要例行试运行。张工，又出故障了。故障率太高了，上一轮抢
昨天刚刚结束，今天怎么又来了？张忠，我来吧。我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接着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的频率上。最后，借测试天线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人体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了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的内容。
让基地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说什么？也许能够收到一些东西。红外系统已经没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了。我是杨维宁，让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随时报告。不对呀，电台的精度大概只能收到月球上外星人的信号。信号来自太阳。你用红外系统向太阳发信号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下不为例，绝对下不为例。你这一测有什么不一样？就算有回波，那信号也是极其微弱的，完全会超出我们的接收能力。不，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电台将会收到极强的回波，强得难以想象。只要发射功率超过1个阈值，太阳就能成1倍的放大电波。知道了。什么都没有收到。别想这个了，你看看这个，刚收到的，文家回信儿。说什么？他说他没有想到，在中国有研究行星电磁学的同行，希望多多合作联系。他寄来的2叠纸上，完整的记录了那2次来自木星的电磁辐射波形。我将它们依次铺在地上，
只要波形与那2次日灵的相同，我的猜想都能得到证实。但排到一半，我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太熟悉那2次日灵干扰的波形了，和这2条肯定对不上。怎么了？没什么，一场梦，醒了而已。消灭人类暴政！消灭人类暴政！那时的我，还远远想不到这些。
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疯狂砍伐，荒地面积日益扩大，人类的疯狂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顶峰。那段时间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大陆上有着数不清的发射井，深海下潜行着幽灵般的战略核潜艇，能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器战争一触即发。仅一艘北极星或台风级潜艇上的分导核弹头，就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核武器的威力是恒星才具有的力量。在宇宙之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比如黑洞、反物质、暗物质等等。与那些力量相比，热核炸弹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如果人类获得了那些力量中的一种，世界可能瞬间就被气化。在疯狂面前，理性是软弱无力的。那时的我陷入了一种奉献目标的缺失。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可那时我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有意义的追求。直到1979年10月21日，一切都被改变了。其实，红岸的值班工作很简单：看接收到的宇宙电波波形，聆听无意义的噪声。肉眼是很难辨别波形是否携带信息的，但我对宇宙噪音的波形太熟悉了。我意识到，眼前移动的波形是被智能调制的。红岸接收到的宇宙电波识别度从未超过 C， 如果达到 A， 波段包含智能信息的可能性就大于90%。当时破译的结果是5个 A。这种情况更加极端，它意味着接收到的信息使用的就是红岸发射信息的语言。
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收到第一条信息时，距我上次向太阳发射信息不到9年，那么信息的发射源距地球有4光年左右，它只能来自距我们最近的恒星系——半人马座3星。在那天之后的4个小时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三体的存在，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那是一个一次一次浴火重生的文明。当然，也知道了他们星际移民的意图。没有人发现这一切。在监听系统的信息处理部分，能够查看接收内容识别度和访问异界系统的终端，只有我面前那2台。我将已接收到的信息全部转存到一个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用1年前接收到的一段噪音代替了这5个小时的内容。然后，我去了发射主控室。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姐，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啊！你任何事儿你都要跟我说，咱们两个一起扛。你知不知道，你晕在外面多危险呐！你都知道了。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小王，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主为什么要扑灭纳米技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摆脱地球引力，大规模进入太空。太空电梯。你立刻从飞刃想到了太空电梯。这可能只是一项很小的发明，但对地球人类却意义重大。这种超高强度的材料，一旦大规模生产，建设从地表直达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电梯就有了技术支持。人类可以凭借这项发明，轻易地进入近地空间，在太空建造大规模的防御体系便成为可能。如果这样，就会影响主的降临，所以必须扑灭这项技术。这么做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不是基础研究，大方向对了，其他人也能做得出来。能够扰乱研究者的思想，
是最有效的。就是这样的倒计时，在我前面会养成。如你所说，这毕竟是应用研究，不像基础研究那么有效。基础研究，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杨东到底是怎么死的？强大无比的主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1000人的就绪，请指示。开始行动。行动。 What happened? Shoot!
子。冯教授，冯教授，走。报告，全部包围住。小队注意，从叶文林全线5人外，其余人均已被控制。人血及另外2名人员手拿不明物体，可能具有性危险性。都别再动啊！再动就不好玩了。把武器都交出来啊！谁要再敢加刺，直接给我穿了他！我知道各位都是不要命的，我们也是冲着不要命来的。今天我把话搁这儿啊。普通的警务和法律禁区，对你们已经不适用了。人类的战争法则，对你们也不适用。既然你们决定跟全人类为敌，那咱们大家今天就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了。各位警官，我们手上拿的是3枚原子弹。报告，有核武器，在头部有核武器。不要动！蹲下！蹲下！安总，安总，每枚当量1500吨级，这个是起爆开关。狙击手寻找有利射击位置。报告总指挥，请求寻找其他射击位置。同意。我们的要求很简单，让统帅走，然后咱们玩什么都行。我跟同志们在一起。狙击手，马上就位。你说原子弹就原子弹了，那我看它就是一球。你要试一下吗？哎，别！狙击手视线受损，不能保证首发命中。还有一个办法，直接向球射击。不会引爆吗？只会引爆外围的常规炸药，肯定不会发生核爆炸。这是你的交给我。耍什么花招呢？那咱得好好聊聊啊！你们都别动啊，别跟着我啊！站住！哎，丫头，咱悠着点啊！我想说的事儿一定是你想知道的。你妈找着了，你母亲找到了，你妈的信。那你们谁先拿一下？
小场面，皮外伤，没事儿。手枪打核弹还叫小场面？你说我这牛逼够不够我吹10年的呀？啊？够你吹一辈子的。那就不亏。行嘞，你是不是挂彩了？赶紧歇着去。睡觉。好嘞。收到。你这可不是皮外伤，距离5米引爆核弹，要命的是辐射。是福不是祸，是祸一笑而过。科学家们都就位了吗？他们已经在旁边监控室做好准备了，随时给您提供技术支持。我叫常伟四，开始吧。姓名：叶文洁。出生日期：1947年6月。职业：清华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教授。2004年退休。叶老师，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随时提出暂停休息。谢谢，不用。我们现要进行的是普通刑事案件的调查，不涉及到更高层次的内容，这也不是本次调查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快些结束，请你配合。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会配合的。调查发现，在红岸基地工作期间，你有杀人嫌疑。我杀死过2个人。时间：1979年10月21日下午。受害者姓名：基地政委雷志成和基地工程师，我的丈夫杨伟宁。讲述一下你的作案动机。我是不是可以假设，你们对当时相关的信息有所了解？基本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会问你。好的。时隔8年，我在1979年10月21日收到了来自3体文明的信息。
在接收并回信后的当天下午，雷志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得知，当时阅读到三体文明信息的不止我一个人。雷志成也看到了，他背着所有人，在主计算机中长期运行着一个秘密程序。红岸系统发出和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有备份。正是在这个备份中，他发现了红岸接收到地外文明的信息。叶文杰，我真没想到，从你接收到第一批信息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过去8个小时。你不但没有向上级汇报，反而将信息私自删除或隐藏，是这样的吗？我知道你接下来的企图。你打算回电是吗？幸亏被我及时发现，要不然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将毁在你手里。当然了，并不是说我们惧怕来自宇宙的入侵啊。咱们退一万步说，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外星侵略者必将会淹没于人类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意识到，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发出了回电。我将发射信息放入发射缓冲区时，使用的不是常规文件的接口。这无意中绕开了他的监视程序。我思考着如何麻痹雷志成，将这件事掩饰过去。叶文杰，你是会做出这种事情，因为你一直对伤害过你的人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你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报复的机会的。但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当时太害怕了，所以才没有上网。太害怕了。叶文杰，说实话，对于你我是没有任何恻隐之心的，但我绝不能看着杨卫宁同你一样毁掉，我更不能看着他的孩子让你毁了。怀孕了吧？马上要做母亲了。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性质的问题，就算杨卫宁不知情，也会受到极大的牵连，就像你这辈子都会受到你父亲的牵连，你即将出世的孩子这一辈子都会受到你的牵连。这些后果你都想过吗？小叶，你坐下，来。事情是一定要处理的，但并不是说完全不留情面。幸好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我2人知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小。从现在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包括杨卫宁在内。剩下的事情，我来替你做。小叶，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跟卫宁是多年的战友，
有很深的私交，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帮他。只要你肯配合，就可以避免可怕的后果。那一刻，我明白了雷志成的用心。他想成为第一个发现外星文明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名垂青史的绝好机会。一旦他上报此事，我回复的信息很快就会被发现，人类会穷尽所有的科技军事力量，阻止三体人的到来。我答应了他，但这时我决定了一切。我拧松了设备间主机柜最下方的接地线的螺栓，因为我时常需要检查设备，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干了什么。这种故障以前多次发生，判断起来很容易。但不会想到设备间接地线顶端的故障，因为那里固结很好，一般没人动。问题一般都会出在悬崖壁上的那部分接地线。这里是监听室，接地线又出故障了啊！马上找人检修一下。好嘞。哎，你回来正好，接地线出故障，我得去盯一下。我去吧，你在这守着。如果影响了这次监听，就上报基地指挥部。怎么样了？那你怎么能确定雷志成一定会下去呢？他是一名很敬业的政工干部，他会忠实地按照那时对干部的要求去做，和群众打成一片，时时刻刻站在第一线。也许是为了做姿态，但他的确做得很好。基地极难险重的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怎么样了？故障找着了吗？上下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故障，好像不是这的问题啊。好像是什么工作态度？这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出现好像？把那包摘下来。政委。他做的最多的就是抢修接地线这项既危险又累的活。政委，不行，我也得下去。那你打算他下去以后切断绳子？钳子都有用，这都有用。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很多，
能因为接地线暴露产生的接触不良，也可能因为天气干燥导致接地电极导电性差。原因很细碎也很复杂。你刚来没有多久，雷政委不会怪你的。你现在回主控室，去看看其他的机器是否正常。好。去吧。计划用折成3段后，叠在一起的短钢具割断绳子。这样绳索的断口看不出是锯断的。只是没想到，文杰，怎么样了？这谁在底下呀？雷政委。啊？就他一个人啊？哟，那不行啊！这活他一个人干起来太费劲了，我下去帮他。再多拿一条绳子吧。不用，这绳子紧2个人没问题，放心吧。当初为了赶时间，我们曾经1根绳子拉过3个人。这老雷在底下半天了，别让他等了，赶紧下去。啊？检修安全有规定，绳子不可以共用，必须多来1条。行吧，那你去拿，我在这看着他。啊，去吧。你慢点儿，别跑。
等我回来后，雷志成和杨卫宁已经检查完毕，正顺着同一条绳子向上爬。雷志成在后，杨卫宁在前。我知道，真的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我掏出了那叠钢锯。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我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你真找这个去了？我哪儿找去？反正干这行20年了，
就知道对付这号人，就得这样。我就知道。英杰怎么样了？开始审了吗？今天早上开始了。那你还跟着干嘛呢？你替我盯着呀，然后回来仔仔细细的跟我汇报。弄着干嘛呀？你赶紧跟王教授回去，他有任务呢。汪教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石贝。检查报告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嗯。把苹果吃了。你这个指标，我知道，看得懂。这千万不能让王淼看见啊！他那人一旦知道了，肯定又得一个人躲起来哭去了。干嘛呀？哎呦，我又没死。跟根烟。医院不让抽烟。叶老师啊，您后悔过吗？没有。也许有过那么一段。雷志成和杨卫宁遇害后，上级以普通事故处理了那件事。在基地所有人眼中，我和杨卫宁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对我没有起疑心。新来基地的政委很快上任，我又恢复到以前一成不变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卫兵小张说有人要见我。这些孩子都是从季家屯来的，这不听说在雷达峰上有询问的人多，就想找你问几个学习上的问题。
他们可以来这里吗？这不是啊，咱们基地的安保级别降低了，只要他们不进去，没事。那昨天海老乡去这边送菜哩。哎，孩子们，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叶老师。老师好。老师你好，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课本上说自由落体开始一直加速，但最后总会以匀速下落。俺们想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整明白。你们跑这么远，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呀？要高考了，俺们老师说这题很重要。高考？就是考大学，谁学习好，考的分高，谁就能上。1年前就是了，您还不知道？大学不用写推荐信了吗？不了，谁都能考。那以后，隔3差5就有孩子来请教，有时来的人多。经过基地领导同意，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支起一块小黑板，给孩子们讲课。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惯性因质量变化而变化。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好了，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今天是除夕，大家早点回家过年吧。叶老师，俺娘让你去俺家吃饺子。叶老师，俺娘也让你去俺家。叶老师上俺家。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在路上
我发生了大出血，脑中想着，这就是我的归宿了，这就是那个超级背叛应当受到的惩罚。都搁外边等着。都这老长时间了，咋还没出来呀？是啊，这出啥事儿了？这小叶平时身体就不老好了。知道啊，可千万你们谁是家属啊？咋样了？家属？这他也没有家属啊，没有啊。那啥，他大出血了，咱血库血不够，得有人给他献血。这我的，算家属。不是谁都能献的，得血型一样才行。后来，医生告诉我出血达到2000多毫升，是齐家屯的几十位乡亲给我献血，我才活下来。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我都辅导过，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很多是听他们的孩子或父母说起过我。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已经死了。杨农出生后，我身子很虚弱，没办法自己带孩子。又是齐家屯的老乡来找基地领导，说他们可以把我和东东带回家去照顾。老齐头，老齐头，哎，叶老师好点没？哎呀去你！我说你说话能小点声吗？你说你这么大个嗓门，你才吓着孩子。哎，俺弟媳妇有个亲戚在城里住，上次回来带了几罐这玩意儿，说这玩意儿对身体好。俺寻思叶老师这一段那得好好补补啊，给他送去啊。哎呀，东西放那儿就行了。你没看那一堆东西吗？人家叶老师那几个学生啊，人天天拿东西往这儿跑。那上级领导都说了，说这个等叶老师啊身体恢复了，明年再去报道。你说这叶老师倒好，他闲不住，说了过2天就在我这个院子里给孩子们上课。哎，在这儿那感情好。这，我你小点声。你说他这，哎呀，哎呀，快快，哎呀！我老头，你干啥去？你现在才那孩子哭半天呢都。我婆婆非要看看孩子，我都急坏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麻溜走吧。哎，好了，赶紧。哎呦，老齐头，老齐头，哎，你进来干啥？你去。大凤咋回来了？那不是叶老师没奶吗？你家大凤身子壮，也刚生完孩子，奶足，我就给叫回来，俩孩子一块儿喂呗，你说是不是？哎，东东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屯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说孩子有灵气。渐渐的，我住的院子成了屯里人的聚集地，老的少的没事儿都爱往这跑。那怎么可能长上鞋拔了？睡着了，赶紧，宝宝他歇会儿吧，你歇会儿，我去吧。妹妹，不用，你让他去吧。啊，哎，不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啊。能行吗？这个怎么的？实话，你是不是挺喜欢？是你的类型。啊，行，是，咱不能弄死了。哎，不能走。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更像是别人人生中的某些片段，飞进了我的生活。我看，这啥意思？还拖个尾巴？哎，再来一次啊！你这样拉呀，这样。最令我难忘的是和大凤住在一起的那些夜晚。齐家屯没有通电，每天晚上我们就守在一盏油灯旁，照顾孩子。
么觉得有点冷啊？想啥呢？啊？没有，我就是觉得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从来都不属于我。哎呦，你这又说啥呢？不行，我呀得烧点柴火热乎炕。我跟你一起去吧，省得跑2趟。哎呀。
父亲死后，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还继续夹缝生存。直到1977年，她嫁给了一位被撤职的原教育部高干。没想到，她的选择是超前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她的新丈夫已经恢复了部分职位。11届3中全会后，她升得很快。少林也因此调离了原来的学校，成为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什么？放这边。哎，那个晚上别做茄子啊，文杰不爱吃。哎，做条鱼，吃鱼对孩子好。也吃个糖好吗？外婆给你包啊。这孩子真乖。哎，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是怎么熬过来的呀？来，外婆给你吃，外婆给你吃的。啊，回来啦。哎，你工作还好吧？都挺好的。系里的老师大多都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事，都挺照顾我的。我不想这个。好，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我带你去看看好吗？我要给姐姐送。好的，我们把糖一块拿去，好吗？真乖，拿着。那次晚饭后，她的那个丈夫送我们走了很远。以后啊，欢迎你的孩子常来，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去记历史旧账。关于你父亲的死，其实你母亲没有责任，她也是受害者。倒是你父亲这个人嘛，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有点变态，所以一条道走到黑，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让你们母女2个人受了这么多苦。你没有资格谈论我的父亲，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的事儿，与别人无关。确实与我无关，我只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